报告。进来。师座，两位团长到了。就是。哎呀，二位团长来得好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渭南县的强县长。这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红军代表。红军？谁是红军？你好，魏团长。我贼你还真送上门来了！你干啥呀？魏团长，你这是干什么？我要枪毙他的！我要干啥呢？放开！把这枪给我拿了！魏团长，高团长是上面派来的，是杨主任跟少帅亲自点名的，他们来是为了帮咱们的。我有啥事儿？我用得着他来帮我吗？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用不着一个共产党来帮我。有话好好说。老段，这没你啥事情。干什么你？有礼不打上门的客。再说了，你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对你还是不错的。今天到了你这儿，何必刀枪相见呢？哎，我贼！大哥，你给我放开！大别看钱！蒋师长，我一个加强团，2000多人打了，现在剩下1000多，我们替你在这儿守了2天2夜。这个时候你请个共产党来，你啥意思？是看不起我还是不信我？啊？你这是当着上万人打我的脸呢！大贺，你就听我说一句，这时候咱一定要冷静。你想一想，咱们这么干是为了啥？你千万别冲动。咱们这么多兄弟提着脑袋跟你干，到底是为了啥？啊？等咱们把中央军打退了以后，咱们再找他算账，行吗？呀，老段，你不知道吗？这就是共产党高小山。我知道。你知道啥？你知道？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大贺，真的听我一句，咱们可是杨主任的兵。你刚才没听师长说吗？他是杨主任钦点的人。你要是把他给毙了的话，那咱们怎么跟杨主任交代？你要真这么干，咱们这1000多兄弟那可真的是白死了。这时候你一定得听我的话，一定啊！高小山呐，高小山，你说你一会儿是中央军，这一会儿又是红军，你这会儿又是个杨督军，哎，你到底是个干啥的你？我告诉你，高小山，今天我可以饶你一死，但是咱俩这仗不能办。行。对不起啊，蒋师。对不起啊，主任。连长，你看，烽火烧起来了。走。准备战斗。打！快啊！哎，这方法好啊！咱得谢谢咱乡长。县长都是一家人。对着呢，一家人。高团长这招真管用，这2天中央军拿咱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虽然咱们受了点损失，但中央军比咱们的损失更大，更着急。后边的战斗就这么打，照葫芦画瓢，啊！是。局长，太好了，终
中央军被彻底阻挡在赤水河畔，我立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少帅。三喜啊，你说这中央军，他为啥不打了？我也不知道啊。团长，有情况。准备战斗！准备战斗！老团长，他们这是要撤了吗？目前还不清楚。报告，魏团长，上级命令，交战双方部队各自后撤1公里，原地待命。啊？啥意思啊？这啥意思？为啥不打了？这个我也不清楚。一番の機会を失ってしまったな。それは蒋介石が仕込んだ罠なのでは。お前は中国人を知らない。民族大義の前にして一を張ってでも必死に抗うんだ。どうやら我々の稽古は早めに実行に移らないと、これは若日本帝国にとって不利になる。軍事力は中国に強いが、でも何しろ国の資源が有限でな。早めに戦争を終わらせないと永遠と終焉のない戦いの渦に巻き込まれる。我々にとっては最悪の結果だ。この件は今すでに挽回の余地が全くないのなら、軍事的傷を与える以外に中国人の同志を沈ませるんだ。人を。抗日救国，还我河山！抗日救国，还我河山！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抗日救国，还我河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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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段，你说，咱陕军先前是和东北军一起打红军，这咱打着打着，又和红军一起打上中央军了。你说这啥意思？就是杨主任和张少帅逼着委员长答应先不剿共，和共产党联手一起抗日呗。没看出来你还挺明白啊！我也是猜的。哎，老段，你说我这不是稀里糊涂的帮了共产党的忙了吗？你
以为你帮谁啊？啊？你说你天天的除了犟，你还知道干啥？这回明白了？等着吧，你就等着你那脑袋搬家吧你。你笑啥着呢？啊？钩子，看个怂样子，你还笑我？走吧。是啊，咱得赶紧想想办法，要不然魏大河就回来了。老子不是他的师长，他也不是我的兵。师长，这样堵不住郑新初那帮人的嘴巴。我咬住了不承认，谁也没办法。逼急了，我就回老家做醋卖醋去。那段德武和魏大河咋办？让他们原地待命，命令部队前去封锁，如有违抗，就地歼灭。是。部队整个前进！整个前进！张副官，你咋过来了？段厂长，我是来传师部命令。命令？啥命令？前方已封锁，师长命令你部原地待命，如有违抗，就地歼灭。原地待命，就地歼灭，啥意思？我也不清楚，兄弟是奉命行事。段厂长，好自为之。驾！哎，老段。哎，这咋回事情？哎，你瞪着我干啥呢？咋了？没听见吗？原地待命，违抗命令，就地歼灭。冯师长这是不让我们回去了。老段，这回我好像真的是把你给坑了。不过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这就回去请罪，绝不连累你和弟兄们。屁话！你当？你拿啥当？你咋当？嗯？你现在回去只有一个字儿，那就是死。那咋弄呢？这总不能让弟兄们这天寒地冻的在荒郊野外里边待着吧？你现在知道弟兄们不容易了，你早干啥去了？全体都有，原地休息。原地休息。团长，我觉得冯师长这么干，那就是不想让咱陕军自己人打自己人，已经够给咱面子的了。你要是硬回去，说不定事情就闹大了。我的意思，不行，先找个地方，把弟兄们安顿下来，咱们看看啥情况再说。那是这，你马上带人去周围找几个村子，然后把弟兄们先安顿下来。是。等等，多派警戒哨。明白。咱的加强团怎么办？哪有什么加强团？加强团的番号，为了和被俘以后，不是已经取消了吗？加强团的团长叫魏大河，封师长否认是他的加强团。我已经派人去他师部彻底查明情况。另一路叛军
叫江怀柱，东北军的老派军阀，张作霖的老部下。另外，还有一名中共派出的红军代表特派员，叫高小山。我们现在是戴罪立功啊！张扬搅了国家的局，这2个人搅了西安的局，必须彻底查清，斩草除根。徐峥明白。日本留学？对。江怀柱的女儿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就一直在东北军机要局，没有换过其他工作，履历非常简单。他们父女之间也有电报来往吗？查过了，都是军事往来。这关系很复杂呀。去查。是。等等，把他直接带到我这儿来。学生明白。报告，进来。2位团长，有消息了。有啥消息？让咱回了？师部搬走了。搬走了？这啥意思啊？我刚打听的消息，前一阵子西安谈判的时候，冯师长就带人打了澄城和白水，警戒着西安。现在他投靠了中央军，正调往洛阳，大部队已经开拔了。这啥意思吧？这冯师长不当陕军了，跑了？冯师长临走的时候说，咱部队的番号，从你被抓那一刻已经撤销了。这是干啥的嘛？我这是加强团，说不要就不要了。我现在是明白了，当初为啥让咱原地待命了。看来这后院早就起火了。这冯师长是想把自己彻底撇干净了，那现在真的就没地儿去了。你别说这没用的，你就说咱咋弄的。你问我，我问谁呢？求的，他不要我，我还不想跟他呢。三喜，集合队伍，回。咱们去哪儿啊？回西安找宋师长。团长，这个时候把队伍拉出去，一旦出现情况，那弟兄们可就真的无路可退了。那是这，老段，你在家里守着队伍，等我消息。三喜，跟我走。哎，三喜，以现在的情况看，也只能去找宋师长了。可大河这倔脾气又上来，不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你一定给我看紧了他，情况不妙的话，马上派人回来向我汇报。明白。材料我都看过了。严景是你在日本时候的老师，现在为日本的军方服务。我们查过，你回国之后，并没有与这位老师接触过。你的外公在东北沦陷的时候，投靠了日本人，为此你十分不满。你跟你父亲之间的矛盾，是因为你看不惯你父亲的军阀作风。从你个人来讲，你确实有非凡的无线电才能，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惜啊，在东北军没有得到重用，为什么？看来邱主任对我的家底非常了解。我受宠若惊，只是身为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至于在哪里工作，并不重要。没有得到重用，是因为江师长，你的父亲对你保护不错啊。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这跟他应该没什么关系。不，这只是你的想法。你父亲对这个女儿还是很疼爱的，但是西安的事情很复杂，你父亲
忤逆之罪罪不可赦。但是你不同啊，你还年轻，为国家为民族，要有一腔自我牺牲的热血和雄心，才能不负韶华。邱主任需要我做什么？江小姐果然聪明绝顶啊！是国民党员吗？我早有为国家和民族立志复兴的愿望，不过因为年轻，错过了很多机会而已。愿意来我这儿吗？愿意。东北军都乱了，很多人都投奔中央军了。咱们这边，杨主任有不方便，穹窿无首难成行，鼓掌难鸣啊。再说，冯师长又带上他的队伍，和投奔中央军的队伍都走了，我们陕军连一半兵力都没有了，就凭我们的实力，怎么能和南京对抗呢？对呀，咱们兵力不够啊。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呀！逼急了，老子投靠红军，反正是个死，不如拼他一家伙。对，拼他一家伙，拼他一家伙。坐下。干啥呀？啊？人家中央军的大部队现在还没到呢，咱自己就乱了阵脚了，像个啥样子嘛？兄弟们，虽说杨主任现在行动不便，但是毕竟他人还在西安，我料他顾长官现在也不敢把咱咋样。你们要真是为咱陕军着想，就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授人以柄。政训处那边，能应付先应付，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报告，进来。报告师长，为大河求见。他来干啥呀？人呢？在大门口等着呢。师长，政训处的人早上来了一趟。他来干啥？说是冯师长已经去洛阳了，如果魏大河的团向西安靠拢，就要扣押魏大河。俺陕军的人他管不着。师长，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看重魏大河。现在这种形势对我们不利呀，咱们也自身难保，还不如趁现在把魏大河交出去，等以后形势缓和了，咱们再把他保出来。问题是现在交出去，恐怕就没有保出来的可能了。师长，赤水河的情况太复杂了，不仅仅是阻击中央军那么简单，还有共产党的事情。冯师长把他自己下的血本组织的加强团都不要了，他就是有意的在撇开自己。我们现在要沾上他，恐怕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就算没有共产党，人家要找咱的事情，咱躲得过不？叫他进来。是。你得先回避一下。江师长，例行公事，请勿见怪。邱主任，你说话也太客气了。赤水河是你的防区，中央军要过去，你为什么阻拦？我接到上面的命令，让我守卫赤水河，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当时给你阻击中央军的还有哪些人？陕军72师加强团。还有呢？当地的百姓。还有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共产党的团长高小山就在你们中间，你为什么不抓他？他脸上又没刻着字，我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也是，就算这刻着，也不能承认。
不然到南京怎么说？对吧，姜师长？我接到的是上面的命令，如果有什么错误，我一个人承担。就怕你承担不起。在这件事情上，令爱就比你明智的多。邱主任，你这话什么意思？姜师长，不要紧张。我已经见过令爱，非常喜欢，她已经答应来我这里工作。小女才华平平，那要看她在哪儿啊。姜师长，以姜小姐的才华，在东北军没有得到重用，是什么原因？想必你心里很清楚。是你这个做父亲的，不想让自己的女儿抛头露面，把她安排在机要局这样一个既体面又安全的环境中。是你这个做父亲的，给自己的女儿找了一个避风港。这一切都源于你多年在军中的经验。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她失去了这个保护伞，会是怎样的一种境遇？邱主任，雅珍不适合这个工作，请你高抬贵手。小姐属于党国需要的人才，自然应该为党国效力。可是，董事长，你的态度决定你的前途。你是个聪明人，是继续带兵，还是去南京学习？区别很大呀。报告司长，善军72师加强团魏大河前来报道。魏大河啊，你不是72师冯师长的人吗？你跑这儿来寻我弄啥呀？报告司长，打完赤水河以后，冯师长就没有让我们归建。现在他投靠了中央军，我1000多弟兄没地方去，所以我只好来寻你了。你这个挨球的呀，哎，你就是个惹事不嫌小的人，我跟你说。哎，你这时候来寻我，你不怕我把你抓起来送到政训处去？怕我就不来。再说了，我不相信宋司长能干出这种不近人情的事情。哎，那可不好说。现在是大难临头啊，有啥人情可讲？能保住命就不错了。我问你，当初你私自带兵出兵赤水河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今天的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吗？呀，老司长，出兵赤水河我是我的主意，但是对抗中央军，我执行的可是你的命令吗？那你说是对还是错了？你滚！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赤水河，没有说让你去攻打。司长，你咋说这话呢嘛？攻打赤水河，我伤亡了1000多弟兄，现在还有1000多弟兄在我荒郊野外里头困着呢。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但是说话咱不能不讲良心嘛。你那叫是说啥？你那叫说啥呢？你太放肆了！我跟你说，不是你擅自带兵出兵赤水河，事情能发展到这一步，咱陕军能像今天这么被动？你还在那胡拉被子乱扯单子，你啥意思？要不是因为看在咱俩的情面上，我早一枪把你狗屎崩了。你要问这件事情的对与错，我现在就告诉你，身为军人，你错了。司长，
我魏大河早些年跟着你，一路上打过来。我是个啥人你也知道。今天的话说的不对，你不要怪我。现在我就一条，恳请师长收留我那帮弟兄。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当年跟着你和杨主任从西安打到河南，从河南又打到山东，这一路上打回来的老人。10几年了，我不想让这伙弟兄就这么散了。师长，现在是大难临头，我魏大河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要杀要剐，绝不二言。是这样的，部队可以留下，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陕军里头没有你魏大河这个人。你给我滚远点！他在这个时候找到你，就是看中了你的身份。在他看来，这是控制你父亲最好的手段，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因为事发突然，所以自作主张答应了邱元谷的要求，所以向组织申请处分。邱元谷啊，是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他是蓝衣社重要的特务人员。亚珍同志，你的做法非常正确，利用这个机会进入军统内部，非常有利于组织的工作。但这对你个人而言，会是一种更加严峻的考验。我明白的，请组织放心。魏大河啊，以前是我这个加强团的团长，几年前已经划给72师冯师长我管了。当时他确实是在赤水河执行任务呢。他当时执行的可是你的命令。哎呀，人家执行的是杨主任的命令啊。宋师长，我们邱主任是听说魏大河已经回到了贵部，如果宋师长没有意见的话，我想带他回去核实一些问题。哎呀，那你应该早来嘛！魏大河已经被我革职查办了，那你说这咋办呢？他可是南京方面要的人。宋师长放走他，如果南京方面怪罪下来，一个小小的团长鲁莽行事，你用不着跟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吧？你回去跟南京政府说啊，要是有啥问题，我宋某承担所有的责任。宋师长，魏大河是赤水河一战的重要人证，如果人不在，恐怕你我都不好交差吧。那你说咋办？你想咋？把我抓起来，交给南京政府，行不行？岂敢岂敢！那叶某就如实上报了，告辞。不送。你得跟我听着啊，好好的保护魏大河，让他不能出事情，不能回来。魏大河要保护的是部队，我要保护的是这个人，我宁肯让他战死，也不能让他冤死。魏大河是咱陕军的忠臣啊。老师，这个宋师长顽固不化，看来是要死硬到底了。他不是死硬，他是聪明。要不，我去搜查通缉魏大河，他跑不掉。你要记住，这是在西安，是陕军的天下。比起了兔子都咬人，魏延长的事情就是个例子。这个姓宋的，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老师，共产党抓不到，魏大河又跑了，那我们只能抓江怀柱，向南京方面交差了。江怀柱也不能抓，
老师真的要为了江雅珍保全122师？当然不是为了江雅珍，是为了我们。学生愚钝。江雅珍虽然是可用之人，但是仅凭她，不足以让我向南京开口。江怀柱孤军一支，摇摆不定，去向不明。保全这支队伍，江怀柱自然感激涕零。若东北军能为己所用，以备不时之需，又有何不可呢？老师用意深远，学生自愧不如。只是，我们怎么向南京方面交代呢？放一放就凉了。这么晚了，这孩子怎么还不回家？他爹，今天都是些什么人啊？专门请你去喝茶。哎呀，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老朋友聚聚会。你平时也不怎么喝茶呀？老了，也就喝上了。我回来了。哎呦，雅珍，你这一整天都上哪儿去了？我跟你爹都急死了。你就是不回家，也应该跟我们打声招呼吧。朋友请我去喝茶了。你也去喝茶？今儿是咋了？你们爷俩都有人请喝茶？妈，我还没吃饭呢，让他们给我准备点东西吧。这么晚了还没吃饭，喝的什么茶呀？雅珍，我听说把你们机要局的人都叫去调查了。是。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没有。机要局撤销，周元谷让我去蓝衣社。你答应了？答应了。哎呀，你这个傻丫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这种地方不能去呀！爹，我想好了，少帅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但是只要对咱们东北军有利的事情，我都会去做。我先去吃饭了。大哥，团里边咋样了？我出来之前，征西柱那帮人还在呢。跟弟兄们说，有啥事情别莽撞，现在不比从前了，别吃眼前亏。知道了。真要是有事情的话，让老段去找宋师长。哎，你们把部队给我盯住了，千万不要让封师长把部队给我拉跑了，更不能让共产党带走。我跟你说啊，谁要是敢把部队给我带散了，我刨他祖坟呢。知道了。给。这啥东西？枪。你一个人回家我不放心，把枪带上。防个身呗。还是三喜疼我呀。咱是弟兄嘛，你是我团长，永远是我大哥。行了，不说了。再说眼泪都出来了。